当史蒂夫回到宴会厅的时候，父亲霍华德还没回来。待他落座之后，霍华德才揣着丹药，喜悲参半地走了回来。史蒂夫一直盯着父亲的脸看个不停，想看看他是不是与海伦娜私下见过之后变年轻了。如果是，那就证明他肯定从海伦娜手中得到了叶晨的丹药。可奇怪的是，父亲看起来似乎跟10分钟之前没什么区别。他不禁在心里暗忖，父亲这次在北欧如此上心，难道还换不来叶晨半颗丹药？想到这里，他心里不免有些欣喜。他觉得叶晨没有给父亲丹药，却专门私下见了自己，想来这是以后准备在自己身上加重筹码了。他并不知道，那半颗丹药正被父亲极其小心地贴身保管。霍华德虽然心里早就迫不及待想要服下，但为了照顾一下好大儿的情绪，还是决定把丹药带回美国，等史蒂夫去华夏之后，再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药服下。此时海伦娜还没有返回宴会厅，霍华德坐下之后，便低声对史蒂夫说道：“咱们明天一早就回去吧，家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你不是也想尽快回去准备准备，尽早启程去华夏吗？”史蒂夫点了点头，道：“一切听从父亲安排。”说着，史蒂夫想起叶晨的交代，开口道：“对了，父亲，回纽约之后，我得去一趟休斯敦，我想去收购一家遥感卫星公司，还希望您能批准。”史蒂夫心里清楚，叶晨想要的遥感卫星公司价值虽然不过30-40亿美元，但自己现在还没有成为家族族长，这种收购行为在没有家族授权的情况下是绝对不能擅自操作的，否则很容易会被父亲认为自己不把他这个族长放在眼里。这跟自己去华夏投资还不一样，这次去华夏，父亲答应了让自己管理500亿的投资基金。既然父亲已经给了自己决定权，自己就可以拿那500亿在华夏随意投资。但如果自己把这500亿的在华投资花在别处，一定也会让父亲心生不满。所以他必须要先征得父亲的同意，才能正大光明地去收购那家企业。霍华德一时间有些诧异，他不解地问史蒂夫：“你为什么忽然想收购一家遥感卫星公司？这种公司对我们现有的业务应该没什么太大帮助吧？”史蒂夫一本正经地解释道：“父亲，我是觉得将来卫星领域一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现在入局都有些晚了，错过了马斯克的企业，所以我想先收购一家相关的公司练练手，熟悉一下卫星相关的业务和上下游产业，也包括卫星制造和卫星发射这部分业务。”霍华德淡淡道：“卫星行业晚了就晚了，这种行业再赚钱，也不可能有石油和金融赚钱，而且还没后者稳定。”史蒂夫见霍华德似乎不太感冒，于是便赶紧说道：“父亲，我打算收购的企业估计最多也就50亿美金上下。我知道这种行业肯定没法跟能源以及金融相提并论，不过我还是想试一试，还希望父亲您能够批准。”霍华德听说不过才50亿美金，便思考片刻，开口道：“既然你有这个想法，多探索，我这个做父亲的也应该给你更多支持。你放手去做吧，我给你把预算再提高一些，100亿美元以内，你都可以自主决定。”对史蒂夫，霍华德确实是逐渐放心的，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这个儿子实在是太懂事了，所以也确实想要对他好一点。既然儿子想做点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自己多给他一些助力，便也算是补偿他了。史蒂夫等的便是父亲的这个表态，他心里也很清楚，以自己现在的情况来看，只要自己的要求不离谱，动用的资金不让父亲感觉心疼，父亲肯定会给自己开绿灯。有霍华德这句话，史蒂夫便打算回去之后先去跟那家遥感卫星公司聊收购，谈好收购细节，就让手下去完成后续的事情，自己便第一时间去华夏向叶晨汇报工作。父子2人从皇宫离开，回到酒店之后，史蒂夫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安排自己的心腹立刻与叶晨想要的那家遥感卫星企业联系。这种时候就是要快刀斩乱麻，抓紧联系，
抓紧谈妥，抓紧完成。刚好也能借这个机会向叶晨展示一下自己的办事能力。这家遥感卫星企业，其多年来的经营情况并不算太好，他们的主要营收在于向全世界需要卫星地图的企业提供数据授权，就像导航公司出售自己的地图授权一样，自己出成本做一套地图，然后卖给那些自身软件里各种需要地图功能的企业。但是由于他们是提供的是高精度的卫星图片，所以公司在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早就有了备案。国家安全局对他们有很多要求和约束，这些要求和约束会大大限制他们的营收能力。比如，任何企业购买他们的卫星数据，都只能买到最新几个月以前的图片。别看他们的卫星每天都在对着全世界不间断拍摄，但国土安全部门担心，他们更新最新数据时会泄露军方以及其他部门的机密，要求他们的时效性最快也必须晚于6个月。直白点说，今天能开放给合作方的是6个月前拍摄的卫星图片，而今天拍摄的卫星图片要等6个月之后才能对合作方开放。这就导致卫星图片因为实时性不够，对相当一部分用户来说是缺乏吸引力的。如果数据库更新的足够快，实用性也会几何倍增长。但对美国政府来说，如果这种公司的数据库更新太快，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威胁。美国总统秘密出行1天之后，普通网友就能通过空军1号的位置变化捕捉到总统的行动轨迹，这绝对是无法容忍的。而且美国在许多国家都有军事行动，就拿叙利亚来说，前脚美军刚偷完叙利亚的石油，第2天卫星照片就被人看得一清二楚，这对美军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国家安全部门除了对时效性有硬性规定之外，还会有许多其他的要求，比如某些坐标范围内的卫星图片，时效性必须在2年以上，而有些坐标则不允许他们的卫星进行任何形式的拍摄，甚至某些坐标必须替换上国家安全部门提供的图片素材来掩人耳目。或许这地方核弹发射井已经造出10个了，在卫星图上看，还是一片鸟不拉屎的无人沙漠。除此之外，他们的数据库也直通安全部门，安全部门随时对他们的数据进行核查，以防止有任何泄露机密的可能。如此多的限制和桎梏，对这家企业来说，简直如同紧箍咒一般，充满折磨。他们的创始人和股东也一度希望能把企业卖掉，换一个不受约束的赛道重新创业，但国家安全部门也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规定，这家企业的控股股东必须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企业，而且企业实控人也必须是3代以上美国人。这一下就限制住了美国本土的部分潜在买家，以及美国之外的所有潜在买家。不仅对控股股东有要求，甚至在企业没有上市之前，所有的持股股东也必须是北约成员国的企业。任何现如今的股东都不得向北约成员国之外的他国企业转售受种的股份。这就意味着，叶晨如果通过正常途径，连获取这家公司1%的股份都是痴人说梦。当然，这么多的限制也导致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想脱手套现，也同样痴人说梦，因为根本就没有人会对他的公司感兴趣。毕竟，谁都不愿意买一个处处掣肘的公司。就在公司创始人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套现离场的时候，他忽然接到了一个消息，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竟然对自己这不起眼的小公司感兴趣，甚至罗斯柴尔德还要对自己的公司进行全资收购。